計り知れないものの光を感じておられると思います。私も同じです。日本列島を強く豊かにして次の世代に送る、その責任があります。拘束されている日本人、一刻も早く、そしてわけのわからない法律の詳細を中国、北朝鮮、ロシア、非常に接近している。日本は核の最前線に国土を構えています。情報力であり、さらなる人材力です。今やらないと間に合わない。日本这回天塌了，中俄韩朝联手围殴，高市早苗想当铁娘子，直接干成了败家子。日本那块啊，现在的外交氛围啊，简直就是高压锅炖骨头，烂透了，而且马上要炸。咱们都知道啊，那个被称为日本最鹰派女版安倍的高市大妈啊，刚当上首相还没1个月，这按理说吧，新官上任3把火，你哪怕是装装样子啊，也得先搞搞经济，拜拜码头，跟着邻居们客气客气吧。嘿，这位大妈不走寻常路啊，她这3把火全都是奔着汽油桶去的。短短不到1个月，他干了啥？他是以一己之力啊，把中国、俄罗斯、韩国这3个平时互相之间可能还有点小摩擦的国家，硬生生给团结起来了。团结起来骂他，这操作啊，真的我都想给他颁个东亚团结奖。哎，你看啊，对咱们中国，他这回是彻底不想过了。那以前这个日本政客搞事情啊，还讲究个切香肠，一点一点的试探。高市早苗倒好，上来直接掀桌子呀！他居然把台湾问题跟日本的什么存亡危机绑在一块儿，还暗示要动武。朋友们，这是啥概念啊？这能忍吗？这绝对是踩了红线中的红线。再看俄罗斯那边呢，本来因为这个俄乌的事啊，这个俄日关系就挺僵的。高市早苗呢，非要去捅那个马蜂窝，在那个南千岛群岛，日本叫北方四岛的问题上，大搞什么修正主义，要跟普京大帝掰手腕。这普京那是好脾气的人吗？还有那个韩国，虽然尹锡悦政府之前啊是挺亲日的，但是高市早苗居然在独岛主权上又开始撒野，这下连韩国人都坐不住了。所以说呀，现在日本周边的局势啊，那是风雨欲来风满楼。但是最有意思啊，也是咱们今天重点要聊的，是咱们这边的反击，那是相当的痛快。而且啊，还有一个狠角色，朝鲜，这回呢也加入了战局，直接把这个事儿的高度啊拔高了1000年。咱先说咱们中国的反应啊，面对高市早苗这种疯狗式的挑衅，咱们没跟他对骂，咱们讲究的是人狠话不多，直接动手，而且一动手啊就是降维打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那话啊，大家听了吗？那是相当有水平，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想把水产品卖到中国，行啊，你先把质量安全的证据给拿出来，拿不出来那是你自己没本事。再说了，高市早苗你自己嘴巴不干不净，在这个台湾问题上胡说八道，把中国老百姓都惹毛了。那现在的形势是啥？那就算咱们政府不说话，中国老百姓也没人买你的账。所以啊，中国直接暂停了进口日本水产品。这一下啊，可是把日本那帮渔业大佬给打懵了呀。但这还不是最疼的，最疼的是啥？是旅游。哎，咱们都知道这几年日本经济不咋地，很大程度上是靠咱们中国游客去输血。据日本那个国土交通省观光厅的数据啊，今年前10个月去这个日本的中国游客超过800万人，那是外国游客里的老大呀。每个人去买吃，那得多少钱啊？结果高市早苗这一闹，好家伙，报应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最近的数据显示，大批中国游客直接取消去日本的计划。我给你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啊，你听听呢，就知道有多惨了。日本有个运营了40多年的无形游船公司，就是那种坐在船上吃饭的，挺有情调的。以前每年啊都有2000多个中国游客预定，这几天啪3个大团240多人直接退订，老板脸都绿了。还有浅草那边的茶道体验店，本来指望着中国游客去体验和风文化的，现在这个邮箱一打开，全都是取消的邮件。这叫啥呢？这叫用脚投票。咱们老百姓啊心里有杆秤，你首相都不尊重我们，甚至想拿着枪指着我们，我们还屁颠屁颠去给你送钱。我们有那钱在国内吃火锅不香吗？去东南亚晒太阳它不香吗？那这笔账有多大呢？这日本的业内人士啊，自己在那儿哭穷呢，说这一下未来1年日本的旅游收入啊，可能要少赚2万亿日元。2万亿日元啊，朋友们，这是从日本实体经济身上割下了一大块肉啊！而且呢，这个火还烧到了股市，东京股市那边凡是跟中国沾边的股票全绿了，像是那个回转寿司郎、无印良品、优衣库啊，还有那个搞 Kitty 猫、鬼灭之刃的公司啊，这股价全跌啊！
日本媒体现在都急了，共同社是天天发社论，意思就是高市首相啊，你快闭嘴吧！你再不撤回那些疯话，咱们日本经济就要先玉碎了。那如果说咱们中国的反制是打断了日本的腿，那接下来出场的这位那是直接冲着日本的天灵盖去的。就在这个日本被咱们整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朝鲜强势加入了群聊。11月13号，朝中社发了一个重磅消息，朝鲜搞了个讨论会，名字特别长，也是特别狠，叫隶属千年宿敌日本罪状的历史学部门讨论会。注意这几个字千年宿敌啊。那平时咱们说中日恩怨往往是从这个甲午战争或者从918开始算，这100年。但是朝鲜这回不一样，人家说这仇咱们得从1000年前开始算。这个不是什么外交辞令这是历史判决书。在那个会上呢，朝鲜的历史学家们那是声泪俱下，把日本这层皮都给扒了。他们从哪开始骂呢？从1592年开始骂。那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那是咱们的明朝万历年间，日本那个丰臣秀吉发动的壬辰倭乱。那个时候这个日本有多残忍他们杀朝鲜人不光是杀那为了记战功，把日本老百姓的鼻子耳朵都割下来带回日本去领赏。到现在日本东京那边还有鼻冢耳冢，你听听这得多变态多血腥啊。然后就是近代1910年之后，日本吞并了朝鲜半岛，朝鲜学者在会上控诉日本那是搞文化灭绝逼着人家改姓，不让姓金姓李，非要起个日本名，不让人家说朝鲜话，在这个学校里只能说日语，还逼着人家承认自己是天皇的子民，这就是要从根上把这个民族给抹掉。还有更惨的经济掠夺和肉体摧残，超过100万人死于非命，780万壮劳力被抓去当苦力，还有40多万青年被拉去当炮灰，还有20万女性，这20万女性就是咱们常说的慰安妇，被强征去做那种生不如死的事情这朝鲜这次把这些旧账翻出来，而且是用千年宿敌这个词儿，那潜台词太明显了高市早苗，你不是想搞军国主义复辟吗？你不是想翻案吗？行，那咱就好好算算账，这一笔笔血债从来没过去。你面对的不仅仅是现在的外交抗议，你是要面对整个东亚这几百上千年来所有被你们杀害、被你们侮辱的冤痕的怒火。说实话看到朝鲜这个表态我挺感动的。那虽然大家现在体制不同，但是在抗日和清算日本军国主义这件事上，咱们和朝鲜半岛人民那是真正的战友那是有着共同的血泪史的那聊完了中国和朝鲜的反应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高市早苗现在的处境。我觉得他现在可能有点懵，他本来以为只要抱紧美国的大腿，只要喊2句反华的口号，就能在国内捞取政治资本，就能成为铁娘子。但是他忘了最重要的一点，地缘政治那是讲实力的，也是讲风水的。你这个日本是个岛国，你的邻居就是中俄朝韩，那现在是个什么局面呢？西边呢，中国把你的水产品给禁了，游客撤了，经济大棒挥起来了。北边呢，俄罗斯那眼神恨不得直接扔个煤气罐过来普京现在正愁没地方撒气呢。西北边呢，朝鲜直接把千年宿敌这个大帽子给扣下来了，那架势是要跟你玩命。哪怕是本来可能拉拢的韩国，也被你在独岛问题上给气得够呛。这就叫四面楚歌这就叫自绝于东亚。高市早苗想学当年的军国主义，但是现在的日本有那个资本吗？要人没人，老龄化严重；要钱没钱，经济停滞30年；要枪没枪，还得看美国人的脸色。就这样你还想搞大东亚共荣那套你还想介入台海，这是癞蛤蟆跳油锅，找死而且大家发现没有，高市早苗这么一闹，反而把中俄朝这3家的关系搞得更紧密了。本来大家可能各忙各的，现在好了，有了个共同的靶子。日本这简直就是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用自己的愚蠢换来了东亚大陆的团结。从这个角度看吧，咱们是不是还得谢谢他呀？现在这个局势已经很明朗了，日本现在是内忧外患，国内商家在哭，股市在跌，老百姓发现钱包瘪了，这怨气迟早要撒到政府头上。那国外呢？中俄朝3把利剑悬在头顶，随时可能落下。高市早苗的这波操作咱们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倒行逆施，必遭天谴。他想通过制造外部矛盾来转移内部矛盾，结果外部矛盾没解决反而把内部矛盾给引爆了。这也给所有的日本政客提了个醒，时代变了现在不是1894年，也不是1937年，甚至不是1980年，今天的东亚容不得你日本撒野。你想复活军国主义那你就得做好被历史车轮拧得粉碎的准备。
旧怨未长，新仇又添。日本啊，如果还不悬崖勒马，还不赶紧把那些狂言妄语给收回去啊，老老实实的道歉，踏踏实实的做人，那等待他们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衰退，更是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是东亚这个圈子里彻底的孤立和清算。至于高市早苗还能蹦跶几天啊，咱们那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不过依我看啊，按照这个节奏做下去啊，他离下台或者把日本带进沟里啊，那也就是时间问题了。好啦，今天这个事儿啊就聊到这儿了。那对于朝鲜这个千年宿敌的说法，还有咱们中国的这波硬核反击，大伙儿觉得解气不解气呢？你觉得高市早苗最后会怎么收场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